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绿能的问题，其实在台湾绿能有什么？有光电呐、然后呢有这个风力，风力先前也出了一些问题，郭志威同样讲话，然后让所有的风力电者就跳脚，现在又出了一个海底电缆这么一件事。不过呢，在今天立法院前面，则是来了一群嘉义大埔的乡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是，这已经危害到他们家的安宁了。我们现在看看当时的画面。不满村落遭光电业者强设光电板，100位嘉义大埔村民北上镇院抗议。这嘛啥啦？你这嘛啥啦？镇院门口气氛超火爆，业者也到场开枪，让蓝营立委谢龙介痛批太嚣张。有够好打呢，亲门打户呢，有够激的。我本来真尊重你，像这个人就安尼温和，应该当沟通，一点仔屁也无。公开谴责卓荣泰不是没原因，因为卓荣泰在8号才在院会表达强设不妥，短3天，业者就强行进入村落。顶型跟地上型，地上型的地点应该不容许这样子，看到哪里射到哪里。嘉义县政府回应，业者设置有依循法令，只是蓝营认为是能源政策错误，才让各县市想赶快补足绿能缺口。好，其实呢，嘉义之外，当然光电大家知道最多、密度最高的在台南嘛。然后其实先前云林也有过争议，全部呢都是跟绿能有关的。那当时呢，其实让这个嘉义大埔这边乡亲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翁章良他们有去澄清哦。翁章良说好啊，那你们厂商好好跟这些民众好好来沟通一下。结果呢，任何的一个协商都没有开，然后突然怪手就动了，甚至呢怪手司机还说，如果不让开，用肉身挡车的话，会给他搞鬼丢啦哈。反正就是一定要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地的没有办法澄清，就只好请中央的来。一而再再而三，其实都跟绿能有关系。让大家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那所以政府现在到底对于能源政策，除了告诉我们说台电只要2000亿进去之后就一定没有问题，不会电费涨价等等等，对策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向荣哥。台湾的废地不多，所以能够去发展光电的空间跟风电的空间本来就很有限。那这个世界上面会发展，就是说绿能用风电跟光电去发展的，几乎都是废地很多的国家，沙漠都是这些地方适合。台湾的发展的成本很高，而且呢，空间就是很有限。我们刚讲到去菲律宾啊，我觉得大家可能误会了。就是菲律宾现在比台湾更需要电，对，所以你在菲律宾你要种电，菲律宾可能是欢迎，可是呢，菲律宾呢欢迎你是因为你要知道菲律宾比台湾比赖清德政府，小马可是比赖清德政府更有气魄。他说2040年的时候，他们的绿电要到50%。这是他的政治目标。台湾在现在是9%点多，连续5年跳票，第6年跳票。我觉得我们郭董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总统也好，你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菲律宾曾经走过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台湾的核能1厂的第1座的核能基础本来是要给菲律宾的。菲律宾比台湾更早发展核能，在老马可仕的时代，菲律宾有一个被封存的核能电厂，最近准备重新启用。他准备启用那个被封存的核能电厂，因为菲律宾后悔死了。菲律宾在这当初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本来他想要成为开发中国家第一个发展核能电厂，因为那时候菲律宾经济是不错的。但是呢，突然间觉得贵了一点，所以他不要了。不要了之后呢，那个核能电厂就卖到台湾来了，台湾就有了第1座的核能电厂。台湾的经济上来，菲律宾就下去了。核能电厂在当时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那菲律宾的那个电厂就封存了，他现在准备要重新启用了。我觉得我们的郭董不妨想想看，菲律宾几十年前的电厂都要重新解封启用，我们的核市场不能用吗？我们的核市场应该是你跟菲律宾纠结所有的有关于电力的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看看菲律宾呢现在在干什么。那郭董可能也没有去告诉大家，今天的全球的能源环境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2023年去年，台湾的电力配置的时候呢，烧煤42%，天然气39%，核能6.5%，我们的这绿电呢只有9.6%。
在一个这么低的比例下面来讲，台湾接下去不要说明年，可能呢在3年5年呢都不见得呢能达标。台湾的燃煤的比例这么高，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美国的能源部做了一个公开的宣布，美国的能源部呢要在未来20年之内，它要增加起码200座的核能机组，是200座。美国现在多少座？美国现在是94座。他说94座的全运转。94座呢不会停，但是要增加200座。美国的能源部怎么说？他说，如果不增加这200座，美国未来的 AI 产业呢不够用，电是不够用的。他因为 AI，他必须要这样子做。美国在前年，2022年呢，美国的绿电已经呢超过燃煤发电，绿电超过燃煤发电呢，是美国的能源条件比我们好很多，它绿电超过燃煤条件。请问台湾现在的环境里面，要什么时候能超过它的绿电？是包括了核能发电。民进党脑袋打铁，对核能呢，反正呢不断的呢在核能上面呢去做文章，说那你核废料怎么处理？请问美国怎么处理？请问菲律宾怎么处理？英国到今年，英国已经把燃煤电厂全关了，英国已经达成了不是废核是废煤。它的煤已经全部废掉了，它接下去呢，主要呢就是呢核能发电了。请问英国是怎么办的？不要假装很内行的去问大家，就是说呢，这个核废料怎么处理？好像是很严肃，核废料要不要处理是你的态度问题。民进党只要说可以处理，马上就可以处理。没有这么难，如果你电都可以搬到菲律宾去，对了，搬到菲律宾，我坦白讲，搬到菲律宾不见得不可行，只要你愿意付出更高的电价，以及呢两岸冲突的时候更高的风险，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屿，菲律宾的人口大概是台湾的4倍，菲律宾的人均所得是台湾的1/10，菲律宾的现在电价比台湾都还要高。如果你认为台湾可以忍受更高的电价，更长距离的就输电上面的损失，一定要这样子做。不是技术上面不是办不到的，可是你知道菲律宾现在的电力，他自己需要用电需要的不得了，所以他的核能电厂呢都准备要启动了。你告诉我，今天当你绿能根本办不到的情况下面，你一定要呢废除核能，除了满足你们的虚荣心，说我们非核家园了，我们用爱发电那种虚荣以外，台湾到底要在你们错误的电力政策上面要付出呢多大的代价？今天很遗憾了，我们的董事长，我们的郭董，我难过的是说，你们这些搞产业学科学的，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你也不敢讲真话呀，你也不敢把产业的声音真的讲出来呀。今天呢，童子贤呢坐在那边呢，当副董事长，智库的副长，你今天做经济部长，把你们2个当门神放在那里的时候，请问你今天的产业界基本的声音，你能不能听得到？你当然知道电力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你敢讲出来吗？台湾呢，今天的时候，所有地方上面到底还有多少的可以让你去种电的空间？老实说，如果真的要在海外种电，要把电力送回来，最划算、最稳定的是到福建去种。福建我们的距离比菲律宾近多了，那边有这么多的核电厂，每天在炒作台湾的核电不安全。就算你把台湾的核电厂全废了，你的当面有十几座的核能机组在运作啊。那些呢，距离台中的距离都比呢高雄、屏东呢跟台北要近得多。那边的核能机组，你就不担心吗？其实必须要理解一个时空环境背景不同的问题。过往几十年，你可能听到就是说，非核家园啊，核呢在这个地球上面啊，在整个趋势上面不对。可是问题是，现在确实的，欧洲他们开始，日本开始，美国开始，突然之间他们认为核能应该算是绿电。台湾讲到绿电哈，其实昨天在立法院还有另一个，就是罗志祥他特别指到这个经济部有没有所谓隐藏会议记录？原因是因为呢，风力电者他本来是应该罚400亿的，结果后来呢，讲一讲，怎么只罚了19亿多，还不到20亿？他想问的是，如果说呢，他的这个产权根本不能转移，你现在让他完全出偷的话，那这样子算什么呢？我们的原先规范有在吗？另一个部分呢，除了风场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台南的光电工程，现在呢，郭台铭再一次30万交保，到底是不是抓小放大？来，请教。
这根本就是小二甲嘛！大家知道这个台南过去为什么想说为什么要这个小二甲的这个案例，就是因为农地可以被用的农地真的被这些光电搞得支离破碎，然后把这个原本可以拿来种田的搞去做这个光电，然后那个地就死了。所以你基本上看到就是说，当时候为了要打破这个小二甲的规范，所以郭在清才进去瞧嘛，乔氏才被判刑嘛。这不是现在看到现行法律过去的肮脏的事情一再发生，那这个法令解决了吗？这样的结构解决了吗？还没有解决吧？还有多少台南的光电说这个卓荣泰说去那边说查到底，现在有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完全没有。然后过去像这个云林的口湖跟台西，风电啊、光电啊、抗争啊，然后就怎样，厂商去 OC 那一个下面的那个乡长嘛，然后一起拿钱，然后就是要说就要出卖整个乡民的利益，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看到这些光电业者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说真的，我们这几在讨论。郭志辉感觉不太想干，我们不在讲说吗？他不是为自己设2年吗？我跟你讲哦，他现在所有东西都要设2年，1000亿啊，这个台电没有变好，我2年后我请辞，然后这个呢，光电呢，2026会抵达，2年后，全部都2年后啊！你很想走，你赶快走啊！这台湾的整个能源政策搞不起来嘛。菲律宾1度电6.38，日本7.73，台湾平均3.45。就连产业用电4.29都比菲律宾便宜。你要告诉我，今天你要去菲律宾设厂，然后那个电缆呐，现在台湾跟这个马祖，我们自己跟马祖，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有电缆，过去5年断30次。什么渔船勾断啦，什么各种状况啦，那以后灰色作战渔船都给你勾断就好了。那现在连马祖都勾断，更远的菲律宾你要给我用电缆。连核利舰已经封锁你的港口，封锁你所有的外援，你还要设一个电缆进来，你这什么脑袋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民党所有现在包括郭志辉哦，你上任至今讲话越来越怪，你怪到让人家怀疑你是不是知道财团要干嘛。我觉得这都是为什么大家会呼应你的。过去你在业界讲话起来讲说核电就要复厂，然后现在 Google 也全部都是在买绿电、买核电，那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全球国际的趋势讲出来，而现在在走回头路呢？到底你身上压着是民进党的利益，还是特定财团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系统压着你要这么做？你要向百姓说清楚啊，否则你现在所有的方案都跟你的专业是背道而驰。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再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立法院今天呢，其实总预算再一次的朝野协商，结果呢，协商完之后，韩国瑜还说，这个柯建铭今天要好好讲话，和颜悦色。但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他讲的内容是说呢，其实呢，不好意思，我们只能够涨1万块钱，就是本来是3万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变成4万，那6万问金价不话都啦啊。不然我们这样没有办法前进啊！甚至吴思瑶还说什么要大家苦民所苦。好，可是问题是法律案的问题呀，所以蓝白不买单。现在协商破局之后，继续再谈。来，请教孟凯。总预算已经从去年的2兆6千多亿涨到今年，就是2025年明年的总预算已经要突破3兆了。这一次的总预算多增加了4000亿。这还不包含特别预算，这还不包含基金预算，光总预算就多增加了4000亿。那今天的朝野协商到最后破局，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很可惜，在今天，一开始的这个行礼如仪以及这个盘古开天，再讲一下这个讲股之后啊。拿出来的一个版本，居然是讲是说，就如同行政院这一次爆出来的，就是他们编列了4万块的一个预算，但是他没有办法再多涨2万。但是我们要问的是2个部分嘛，合理性。第一，一直强调说这个如果说涨价的话，以调升的话是违宪的。那如果说违宪6万是违宪，那4万不是违宪吗？因为现行法令是3万哦，所以涨1万不违宪，涨3万违宪，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你们之前开会好像没有4个数字啊。
对，没有，因为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他们提出来的嘛，所以说这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嘛。如果说不行，那就应该都不行。但是既然你可以涨1万的话，你照理讲你也可以涨3万，它是金额大小问题，而我们也授权行政部门他去做一个分配跟运用调整嘛。照理讲，行政部门他在送出来之前就已经有把他所有的预算来做一个调整跟分配，不然你怎么会突破3兆元呢？在第二，有没有滥用服用的预算，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啊。你要等我们送进来的时候，其实照理讲，行政部门送进来，你应该是每一条预算你已经锱铢必较，你已经算过了。可是有很多预算，我们发觉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发觉就是浮编烂编啊。最明显的例子，从去年的9亿多的中央政府的宣传费用，到今年突破15亿，涨了6亿多。那我们要问，做得好，你行政部门做得好，你不用期待国人帮你鼓鼓掌拍拍手，但是你至少你不用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嘛，你就不用再编那么多的预算来去做宣传费用。所以今天破局，但是我们有看到是下个礼拜1还会再有做朝野协商。那我们刚刚下午党团也已经发了党团大会的通知，明天早上9点我们可以党团大会，所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再持续讨论。但是我们还是奉劝民进党，尤其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一方面你们之前也在讲说哇大罢免时代来临，但是因为谢国良的这个罢免还没有过之后，好像又在改口了。不管你改口与否，如果说你的正当性只是为了是说我民进党就是一定要玩到赢啦，如果我没有赢的话我就翻桌再来，没有赢就翻桌再来的话，国人怎么看？会觉得是说，那这样子我真的给你执政权了，你根本没有在珍惜啊！因为如果没有顺你的意，你就不珍惜这个执政权，你就不想要好好做事，你就一定要等到你全赢，你才要做事的话，这跟恐怖情人有什么两样？好，其实今天柯建铭直接就呛了啦。如果4万倍哦，不要拉倒，我们就只剩下市县这一条路，那就是要硬干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你也看到一个新闻出来，就是农业部长陈吉俊出来跟大家讲说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不过的话，那些补贴都拿不到哦。然后陈时中主任上节目的时候讲什么点值的问题，不是几点几啦，我跟你说，重点是预算没有进来的话，那个健保才是完蛋。所以一切又回过头来变成了蓝白预算不通过。请教一下王慧姐原因是因为呢，这一次当然是进法补偿的问题。那大家就讲嘛，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说你现在又要变成市县，然后呢，现在原本说不复议是因为这个仁慈他说他没有讲仁慈这2个字啦他是讲说是这个彼此之间对于这个原住民的这种礼让啊等等。但是问题是怎么又会出现了原民会主委去找高金素梅？但是问题是他跟外面讲是说呢，是高金素梅突然对他和颜悦色，是他跑去呢叫他这边来跟他讲说没关系啦，其实委员也可以领出席费啊，跟薪水差不多啊。这样子的讲法，其实就让高金他会觉得很受伤。我觉得就像刚刚孟凯讲，我们这一次就是赖清德上来之后，他整个提出的总预算是超过3兆元，是3兆1534亿元啦哈。那这个所谓的退回程序委员会，把总预算退回程序委员会以来，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民进党政府他也用了各种文宣来讲就是说好像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福利啊哈。那这中间在也做了非常多的解释啊，这些既有的法令的东西该编的一定会编足，所以这整个过程下来，包含那天和解饭，我真心觉得这是吃了一个寂寞，根本是一开始就不需要去吃。好，那吃完回来之后呢，好又要协商，结论就是协商嘛，协商不成，协商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应该之前应该就要先有讨论。这个其实老实说，在立法院里面在各个党团在所谓的党团协商之前的互相的一个就是说大家要互相再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不可以来做。照理来说啦，这一次根本就不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嘛，就像刚刚讲，他根本就依法编列就好，依法编列很重要，讲3次就是民进党做不到，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要来跟你这个画 PowerPoint 啊哈。那以前最会画 PowerPoint 就是柯建铭总召哈，那最近呢，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画 PowerPoint， 只是不是那么恶言相向的就是来讲话，他是变得好像比较温柔啊，但结论就是他没有要编那么多。我跟大家讲这一次在也要提的这3个里面可能对他们来说，这3群人都不会让一般民众特别的有感。
我讲就是说，像健保点值，大家共同所有，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的点值有什么问题。那原住民跟农民就是并不是台湾的绝大部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就仗势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跟这个在野要撸到底啦。那我简单讲哈，如果是原住民的这个进法补偿算出来20几亿，简单讲，删掉全部文宣的费用15亿的有啊，已经嘛4班欠2班嘛，本来就应该要补到6万的部分，算一算就是10几亿。好，所以就是前面讲的，你是当家做主的人，该怎么样来做整体预算的这个调配，你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可是你就是要跟在野就是硬到底。那我就要奉劝国民党跟民众党，我真的觉得对付民进党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以硬碰硬。今天朱立伦已经直接讲了，台电2000亿拨补呢，他绝对不能让他过，因为他认为他是政策问题。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民间大家在传，你在 LINE 贴图里面看到的啊，你在这个脸书里面看到的这一些论述有没有够清楚？民众有没有了解？还是民众看到的只是蓝白在挡预算？来请教兰姐。对，我是觉得其实晚会平常也不会到这么的这么尖锐跟强硬啊，但是连他都觉得说呢，只有来硬的才能够去对付或者是去面对现在的这个少数执政党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他真的必须要去正视。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所谓的在野党让他觉得说，第一个他不见得会团结，第二个扔头轻过，反正过去的国民党通常都是说一说战略上也好，文宣上也好，这个等等的这个诉求也好都不够清楚所以呢，民进党过去是向来在国民党的某个程度的，我真的觉得是国民党的一些可能软弱或者不够团结的状况底下，就是占尽了便宜，所以让他觉得说他可以继续占便宜到底，没有道理说你行政院的预算你可以编，别人不能删，你可以说对，别人不能够说错。那今天他如果我们这样的，我们要立法院干嘛？我今天立法院过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禁罚的补偿条例，是条例耶，是法耶。你说我不要尊重这个法，那你废掉立法院算了嘛？我说实在话，你废掉立法院算了嘛？而且你有本事，那你拿到过半数嘛？你没有本事拿到过半数，你可以不尊重立法院立的法，这是一个什么国家？我说实在话，那他的方式就跟过去一模一样，找人来跟你动员，来跟你做认知作战，来跟你用这个文宣的方式啊，陈时中也出来了，陈吉俊也出来了，都用说的，说到最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嘛。他们不是在威胁百姓吗？你听他这个说法不是在威胁百姓吗？你今天这个点数不过套，我告诉你，通通都没有哦。谁说通通都没有了？在野党也说得很清楚了，我就是要这3个嘛。我跟你讲那么清楚，这3个，而且这3个是非关政治的，原住民、农民、健保点数，哪个跟政治有关？他们想要去农民谋福利，想要去原住民谋福利，想要替大家的身体健康谋福利，不行吗？但是你们可以看他们这些官员、前官员或者现任官员出来讲的话。他们都在挡所以呢，如果说依他们这样的话，通通都没有那你是在威胁谁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选出一个少数执政的执政党，他没有任何一个妥协的空间，他用他过去这一些所谓的政治的手段，那企图的去动员青鸟也好，动员罢免潮也好，动员这一些民粹也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国家机制到底还在哪里？所以我也是觉得，其实这个话题讲起来，台湾在打死结啦所以我希望这个在野党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算团结那未来也不要被人家见缝插针，否则的话呢，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乱象，我就只好继续下去。其实也有人讲说打仗给为什么？因为呢，他真的想说，加1减1有机会，来大罢免时代会不会来临？等等回来见一讲。好，我们讲大罢免时代来临哈，毕竟啦，现在呢，这个国民党他们现在也必须还是要跟这个民众党一起合作嘛，那才有办法呢，在野的部分投票的时候压住赢。好，可问题是呢，在这一次基隆的罢免案过后，林右昌的讲法转变了，他说罢免非常态。那大家就在讲呢，不是啊，你现在说呢，透过罢免来挡席次、增加席次，这个不健康。那当时到底是谁在脸书上头一直在发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哦。因为呢，朱立伦直接讲的不就是你在搞的鬼吗？那
另一个部分觉得怪怪的是谁？是许志杰，原因是因为呢，他那个基隆投完票之后，他隔天去接受访问啊，结果呢他就讲说，个人想法啊，就是差那个3%里面的那个都可以来罢看啊，甚至呢还说只要罢得掉，我们绝对能够接得上啊，一来一往我们就可以过半。那讲完之后讲说，林右昌不是这样讲是吗？我个人的想法啦。可是我觉得至少可以罢掉6名蓝委。来，请教林涛。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从基隆的结果开始这个氛围有大部分的这种改变，就是说蓝营有好多人过去，然后这个像许志杰一直拖，当时候的基隆晚上开票还没完的时候，许志杰就喊，不管基隆的结果，我们就还是要大罢免时代。哇塞，你喊出来，你有跟赖清德讲过吗？还是你有跟林右昌这个商量过吗？因为林右昌隔天马上修正啦，说这个罢免啊。不健康，也不是常态，那为什么你要在后面瞄这个基隆的罢免案？就是你在背后嘛。说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你跟你的子弟兵，郑文婷啦、张浩瀚，就这些人嘛。那其他人你也叫不动，然后你这些人，然后你也要不出来，然后正当性也不成立，然后你的乱政，你跟这个大日的官司，全部都让整个正当性破灭。所以到最后的几天是。我听说你们每天都在跟罢良团体吵架，罢良团体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帮忙啊？人家是全部都在动员啊，你们怎么都不帮忙？每天在吵架，每天互相指责，这就是败相已露。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如果林右昌口中讲的不健康跟不是常态的话，假设你讲的这句话是你的真心话，那好，接下来选罢法你要不要修？如果你觉得罢免不对，那现在的联署方法，身份证跟名字签一签就过了。那有很多往生的签的代签的嘞，你怎么防避？那你要不要支持？因为你认为这个罢免不是常态，不健康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讲出这句话了，你就应该相应的在立法院的法规上有给大家一个空间。第二，我觉得他现在会讲这些事情是退了。怂了，为什么？因为搞不好赖清德还是想要大罢免时代啊。可是如果接下来的大罢免时代秘书长还是林右昌，像他操盘基隆一样，那就全台挂了，民党已经全台挂的。所以林右昌说：“千万不要再给我这个发起这个全台罢免了，不然我撑不住哦。”所以我真的觉得林右昌基本上他走下台的时间呢，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因为这个基隆呢。开的票数代表基隆市民没有去欣赏他们的前市长，而民进党面对整体的这些罢免的态势，他可能又跟赖清德的节奏不一样，他可能撑不起整个民进党的策略。好，其实呢，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呢，这样为什么就在讨论这些东西？民进党的讲法是这样啦，他说那个国民党啊，那个时候对不对？本来说要修选罢法，那现在呢，他们说没关系，那我们等谢国良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再来修。结果现在要开始修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又开始讲了，说你们现在修选罢法，你们这个居心何在啊？为什么没有按照朝野协商的程序来走啊？许志杰甚至还讲了，说他讲了启动罢免最新消息，就是说他接到了恐吓电话，他服务处这边也接到恐吓电话，说小心有爆裂物，所以已经赶紧去报案等等等。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在许志杰他的点出的名单里头点了好几个人，还说沙卡都的某个胜利虽你仇恨值虽然低但是你就是沙卡都嘛我们现在从头我们有可能会赢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也一定要变成一个目标。那与此同时呢，也说到一句话，现在也因为柯案的关系，可能小草会回头小草如果回来，局势又不一样了。那算来算去，想要请教一下香龙哥，这其实算的都是票啊。我觉得谁发动的，大家就不用去装。韩国瑜被罢免，民进党也说那不是他发动。对啊。民间团体连罢韩都不他发，是民间团体，是四君子发动的，所以是谁发动的，大家就不要装了。那会有多少人投入到一个罢免运动里面？纯粹是到后来看势头会不会过，会过的时候呢，大家就站出来了。上次罢韩的时候，知道会过嘛？哇，每个人很踊跃啊，都想要呢分一杯羹要沾光。但是这一次呢，罢良知道不会过嘛，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冷，就是基本上就摆着烂，
那些罢良的团体呢，也不用去跟林右昌去跟民进党抱怨，他都已经是党的秘书长，都已经缴获到这样的地步了，民进党就是判断不会赢了。你看最后是2个失败，他也没有过1/4啊，他的票数也输啊，基本上面2个都已经输了，他的判断是对的。民进党最后呢没有投入是对的，因为知道不会过，投入的时候呢就更难看了，要算账呢就算不完了。表面上面来讲，好像是因为今天为了朝野和谐，所以不愿意介入太多，但实际上面来讲，是你罢免发动的正当性的都非常的有问题。而最后呢，基隆市民倾巢而出，49%点多的投票率啊。这么高的投票率，你要知道要出来反罢免，那个政治动能是要非常强的。要投票反罢免，支持罢免的动能比较强才对，反罢免的动能是很难动的。这么多人叫一叫出来了，你就知道基隆市民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火。许志杰的讲法其实典型的闽南话了，我讲的许志杰如果在一定听得懂，有2句闽南话就在说明像许志杰这种心态，一句话叫做就抓好把狼戏。坦白讲，就把狼给那吸尾料，尽量罢3%以内，我们通通罢。啊，我许志杰没代志，就抓好把狼戏就简单呢。第2句话叫提人的拳头部将就塞。就是你用拉别人的拳头去捶，怎么捶都不懂，你很猛都不会痛。我有这种都是废话，你知道吗？那没有关系，就是像这样子的咖，在民进党里面呢，在南部都很多啦，因为都是躺着选的嘛，那都是自己的地盘。可是我倒是觉得我还蛮支持许，你就罢3%的你都可以罢。我基本上面很乐意，我也想看看老百姓的表态。经过这次的基隆的罢良事件之后，我觉得老百姓的想法会慢慢的改变，就是不想的再用这种纵容的方式，在政治上面呢没有正当性的恶搞。你今天如果说你认为3%的差距之内的，如果真的有什么把柄被你抓到的，那好办；如果没有把柄的时候，你要怎么罢？为罢而罢现在是民进党，毕竟现在呢双少数的格局，对民进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可当你很困难的时候呢，你没有回到呢政治，所有的政治最后呢就是实力原则。你票数席次就比人家少，你选票就是40%。台湾的制度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保障政治上面的少数的这种的像是这种民进党现在的情况，已经过度保护了。但是如果在过度保护的情况下面，没有办法回到政治的基本原则上面，跟在野党好好谈，那大家就硬干到最后输赢没有关系。我觉得在野党也没有什么好闪躲的，政治基本上面就是实力原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呢像许志杰这种的声音多了，那大家就较量一下。是啊，原之是很生气啦，原之他就被点到名的那一个，他直接说有种来板桥选啊，就是刚刚小龙哥讲的那个，你站在那边你那么好选，不然你来我这边选看啊，差3%，那是怎样？一定要你赢才是不是？好，来请教民进党的想法。我觉得当然许志杰委员啊，还有讲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啦。那当然他自己人在高雄哦，那其实他们高雄也没有蓝营的立委啦，所以要罢谁，他当然有提出一些名单，但是这当然我觉得就听听就好了哈。那其实因为在这一次的罢良行动里面哦，大家就一直讲说背后是民进党，可是实际上我真的要再次强调，就是公民团体。那大家又一直讲说，那公民团体里面其实民进党也有给予支持啊。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这个基隆的这个山海罢良的这个团体里面，其实并不是这里面的组成，其实都是公民，他们根本没有说是因为支持民进党，所以决定要来进行这个罢良行动。所以其实包含这些公民团体内部，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希望有政党的力量来去做介入哦。所以在整个罢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基隆的这些民代啊或者什么，其实当然大家点出说过去这个谢国良施政的状况，那点出问题，让基隆人做出最后的选择。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过去其实国民党发动的罢免也不在话下嘛，包含过去在中正万华罢免林樵佐的时候，国民党的议员钟小平甚至是到处去收集联署书，而
且联署书里面的这个错误率跟死亡率还是最高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罢免的行动当中哦，都是大家对于民意的展现，这没有错，但是也不希望说它成为一种政治报复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在罢梁行动结束之后哦，其实这个包含国民党的立院党团的书记长林思明也有提到说，不排除要针对绿营的立委发动这个反制罢免的行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都没有必要，大家还是回归到说，现在接下来不管在这个整个民生议题上面，尤其是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接下来的总预算，大家包含说地方议会，其实现在也正在审预算当中哦。这个昨天蒋万安市长来到我们民进党党团拜会的时候，他们在说明说接下来明年度的几个重大的法议案，希望能够争取在野的支持哦。其实有些部分、有些内容跟建设，其实我们都非常支持，但是这些建设同时也需要中央的经费挹注哦。所以包含在台北市的部分，明年度的预算是有2044亿里面，其实就有将近52%是来自于中央的统筹分配管，而且最重要的是新兴计划，因为非新兴计划其实连续性的预算会不断往下，这没有问题，但影响的还是新兴计划。那民进党在台北市议会，我们作为在野党，我们还是希望说，至少在这个部分，希望我们的建设可以持续的延续。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预算里面有浮编滥编的状况，其实我们作为民意代表，大家很清楚嘛，回到委员会里面去，该砍就砍，该删就删，执行率不好就不应该再编，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还是回归到一个就是正常的审查程序，然后我们逐条的针对这些不该编的预算，我们就把它删除，应该通过的预算，我们就也让地方政府来去好好的建设地方建设。听完亮君讲完之后，我想原之应该会比较心安一点，因为他们感觉好像没有要这样做了啦。哈，我们先进广告，等等继续来讲。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案子会牵扯在一起，包括说政治的时局上面变化。这个金华城案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满2个月了。那到底呢是检方这边会提出必须要延押，还是说呢，他已经准备完了，他可以写出一份起诉书出来了？在今天呢，他又再一次的来提讯哈，那就发现了5度提讯呢，说柯没戴眼镜不发一语，然后就在没戴眼镜这件事情哦，突然又做了文章了，因为我就看到很多人讲说，这会不会是一个暗号？好，先前呢在月初的时候叫他去，他说他不去，身体不舒服，现在没戴眼镜，可能这表示呢，这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我想要请教一下婉慧姐，因为呢他是出来的时候没戴眼镜了，进去的时候又戴眼镜，你想要利用打摩斯密码哇塞，这么厉害！我也想学一下。可能我跟主席不够熟，我是不知道他有这种打这个摩斯密码的能力。平常我看他是大部分戴了眼镜啊，但是有时候可能老花，还是他里面老花加剧，因为听说他读了蛮多的书这样子哦，那可能这样子他觉得不想戴啦。我觉得这个太多了啦，这个案子办到现在，故事也没有少过哦，科幻小说更多哦。那反正大家跟着这个数字上上下下，一下要办金流，一下办图利，一下要回到办金流。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最近这个国昌就是在这个民众党团跟齐凯他们又开了一个记者会哦，我觉得相关的案件，我觉得用一样的标准就好。我觉得还是要警告这个民进党，我觉得不要双标了哈，尤其像他们最近讲这个溧阳的光电案，我就简单讲，如果南检已经对这个陈凯琳跟林文信都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起诉那也定罪的话，那请问一下，在这个南检里面，他明明白白的写到，这个是经济部的财事是经济部财事给林文信那一天那个国昌他们也出示了相关的这个公文嘛上面也有盖章啊如果要用一样的标准，以这个金华城案子已经传了快200个人了嘛，那目前看到溧阳跟超思所谓的高层，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啦，或者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啦，10任的这个王美花，或者是呢像这样超思的这个高层，就是陈吉仲、林聪贤。
好像都没有看到有传嘛。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2017年的这个司改的国是会议是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于侦查不公开是有相关的一个决议的。那在这一次的金华城案子里面，现在虽然还没有相关的一个结果，无罪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好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侦查全公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啦，我还是要呼喊一下，对南检呼喊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溧阳的案子要加油啦哈，超市案应该是北检啊哈，不要一样的标准办就好了。好，其实呢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因为呢，在这个罢梁之后没几天，就听到说，谢国良也被叫去问，是不是？原来是因为他们家人，确实他先前有一些政治陷阱，那就会发现了，其实这个办的过程当中，只要跟钱有关，只要跟民众党柯文哲，又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基金会有关，就通通都会问。那大家就开始在讲了，那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因为呢，在有台的报道每天都会讲图利已经成立，然后呢现在就只差钱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是什么？是金华城的土地，现在呢被扣了。那当然了，这个鼎悦这边就已经先提出了一个抗告。那到底还能不能施工这件事情？来，中石化这边呢，他们是有讲，他说呢，承揽的厂商反正就是主管机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只是呢，这个案子，因为呢，他们在月初的时候已经跟银行团这边来做协商，双方的共识也是说了年代合约啊，作为协商的基础。那他们现在呢，这一切其实回归到它的商业层面。如果说呢，你真的贸然有任何的动作的话，后续必须要来负责的是北市府。那这一切，我就想请教一下兰姐，因为呢，这迁来迁去，其实啦，也还包括他们另一个，包括台智光的案子啦，北市科的案子，议会这边也持续在办嘛，那持续在约谈嘛。那如果说议会这边他如果通过了要金华城停工，也许呢，在市政府这边他比较有一些立场。是啊，因为先前在讨论说是不是停工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讲了，说除非今天金华城自己主动停工，否则市府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其实没有理由停工的。因为你现在在一个司法的侦办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有罪，是不是有图利，是不是有贪污，都还不知道的状况底下，你要市府怎么停工？但是现在后来的话呢，是因为这个相关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北检他们就是要去查扣金华城的这个土地了，所以如果他查扣了土地了之后，而这个查扣土地被等于是裁定可以的话，那当然对市府来说，他就有一个理由了嘛但是现在对于这个鼎悦来说，他当然必须不要让这个事情成真因为他其实不只是在这个金华城的土地，他可能正在兴建中，他还有很多相关的跟金华城有关的这些子公司，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就商业利益来说，这个是他去做抗告是他的权利，是他可能因为他涉及到的利益实在是非常大所以他有这个权利。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北检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这个金华城停工下去。那如果真的停工下去的话，对于这个市府来说的话，它连带的处分可能就变成说会受到高度的关注了。他是不是就会真的要求金华城停工停下来？那如果真的停下来的话，我想对于这个金华城来说，就没有说所谓的等到司法程序走完之后再看看了，它是当下的这个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影响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它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它也还是要看证据嘛所以我就说今天呢，鼎悦出来抗告，那这个北检它的理由是什么？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跟鼎悦直接有关？是对不对？我觉得重点在跟鼎悦是不是直接有关，所以又回到这段时间那么多的一些相关的约谈，到底是跟谁有关就是说他觉得可能都有关，就通通都约谈。但是你要有证据啊就是当然想当然尔，你会觉得说那这个什么朱雅虎也是这个鼎悦的，然后呢好像他最主要这个工程也是鼎悦的，所以应该就跟鼎悦有关。但我觉得所有事情就是要证据说话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状况真的是这样。我相信他们北检为什么动作那么大那么急，因为11月5号这个羁押时间就到了目前看起来这个敲锣打鼓，我觉得真正看得到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证据，那说出来的一些风声都是为了要去塑造那个气氛而已，否则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我就看不出来他有真正图利跟贪污图利不讲贪污的事实嘛所以刚才晚会特别提到说，那你同样讲南检也是一样嘛。你看刚刚在讲郭在宪的事情，如果说你依照目前北检的逻辑，他基本上先正已成，他不只是图利，他认为他就是贪污，我统统把你抓起来，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你被关到怕，你就会讲出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是照这个逻辑，那你觉得南检、光电那么多的弊案，你就认定台南市政府没有人有图利，没有人有贪污吗？会不会有更多的话说出来？所以我就说那个办案的强度跟那个一开始那个新政的感觉差太多了。
他那个南检就是就是告诉你说没事啦，通通没事啦，这个地哦都种得好啦，这个光电就该盖这么多啦，什么余温不见了也没关系啦，什么林地不见了也没关系啦，低洼地区就算连良田本来就应该是低地利啦，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事实上是大家目前最质疑的，否则如果你只要拿出证据来，那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嘛。是，来亮君。现在当然这个顶越